狐狸猫和麦麦拿着放大镜在阳光下把玩着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放大镜除了能够放大书本上的字之外，当他们把放大镜拿得离书本越来越远的时候，居然还看到了缩小的像。不仅如此，麦麦还发现，当放大镜在某个高度时，书上就会出现一个好亮的光点，就算把放大镜翻面，这个亮点也还是存在。狐狸猫仔细瞧了瞧放大镜，发现放大镜是个中间厚、周围薄的凸透镜。狐狸猫们好奇，为什么凸透镜能把太阳光收敛成一个光点呢？荧幕前的你还记得在上一部影片中学到的光折射现象吗？请利用之前学到的知识，和狐狸猫们一起解决刚刚的疑惑吧。光从空气进入固态介质时，光速会变慢，折射线会偏向法线；而光从固态介质回到空气时，光速变快，折射线会偏离法线。这样的效果造成平行光入射凸透镜后，光线会向内汇聚，或者更精准的说，平行光会聚焦到一个点上，我们称为这个点为凸透镜的焦点。而因为凸透镜是对称的，因此在凸透镜的两边会各有一个焦点。为了简化作图，当平行光入射凸透镜后，我们直接将光的转折画在透镜的中心线上，光经过中心线后就会汇聚到焦点上。解惑了光点的出现之后，狐狸猫们接下来想了解为什么放大镜居然可以看到缩小的像呢？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先来了解凸透镜是如何成像的。决定物体经过凸透镜的成像位置，只需要物体上任何一个点发出的两条光线路径就可以了。假设我们已知凸透镜两侧的焦点位置，并把焦点标示为 F， 其有一个物体在凸透镜的左侧，物体顶端的一点发出一条平行光，经过透镜后会汇聚到焦点上，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条光的路径。第二条的光路径是透过透镜中心的射线，当光穿过透镜中心时，此处透镜两侧几乎是相互平行的玻璃，因此光的行进路线不太会改变，光会笔直地穿过透镜中心。这两条光路径在透镜的右侧交汇，我们就能画出物体的成像了。运用这些观念，我们就能理解放大镜到底是如何达到放大功用的。麦麦发现，只有当物体在凸透镜的焦点内时，看起来才有正力放大的效果。狐狸猫试着画出两条光路径，第一条是平行光汇聚到焦点上，第二条是穿过透镜中心的直线。狐狸猫发现，两条光线在凸透镜的右侧并没有交集，因此无法形成实像。但当眼睛在透镜的右侧，则眼睛看到的会是两条光线往后延伸的交集，也就是一个放大正力的虚像。而这就是放大镜有放大效果的原因。了解凸透镜的放大成像后，亲爱的你，能不能和狐狸猫们一起试着去解答，为什么凸透镜也可以有缩小的成像呢？狐狸猫提议，可以试着把物体在各个位置的成像都画画看。荧幕前的你也一起来和狐狸猫完成这项挑战吧。所以，只要当物体在放大镜的2倍焦距外，看到的成像就会是缩小的倒立实像哦。麦麦进一步发想，有凸透镜的话，应该就有凹透镜吧？那么平行光入射凹透镜时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麦麦拿起纸笔开始作画。物体的光线平行射入凹透镜时，根据光的折射定律，进入透镜时光会偏向法线，而穿出透镜时会偏离法线。因此，平行光入射凹透镜时会往外发散。而且，如果将这条发散光线往前延伸，会发现延伸线其实会交于凹透镜的焦点。学完这么多关于透镜的知识，和狐狸猫们一起来做个小测验吧。
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一、平行光经过凸透镜后会聚焦于焦点上。二、平行光经过凹透镜后会向外发散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最常见的凹透镜其实就是近视眼镜，而凹透镜的成像性质是什么呢？是虚像还是实像？是放大还是缩小？试着利用今天学到的成像作图来了解眼镜的成像吧。